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9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围绕着这两天，也就是昨天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来介绍呢整个大选呢现在接近尾声，也是接近白热化。到了这个过程呢，每天呢都会发生众多的变化。那么昨天的变化是什么呢？是联邦最高法院，也就是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川普总统的诉讼案。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德州呢认定本轮大选呢，其他几个州呢有舞弊现象，不公平，起诉了4个舞弊州，认定这4个舞弊州他们不公平的选举，导致了这个结果对德州他们的这个选举结果显然是不公平，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上诉状。这个上诉状大家都知道了，是被最高法院大法官7-2把它驳回了，也就是说，你德州你没有资格来上诉，你德州这个事不关你的事儿，人家州怎么选是人家的事儿。大法官当时就做出了这么一个投票决定，其中这个大法官里面做出这个决定里面有3个川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全部是背叛了川普总统的，这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也是通过这个案子我们非常的失望。那么川普总统他后来以他本人的名义来诉讼这几个战场州，这几个摇摆州，认定这几个摇摆州有大量的舞弊现象。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上诉，你大法官总不能讲川普总统他不具备上诉资格了吧？川普总统是当事人之一，他没有资格，谁还有资格呢？所以说这个案子呢肯定要受理。但是他们这个大法院他们受理了以后，他们玩了一招是什么？他们说他们准备把川普总统的这个诉讼案啊放到1月22号再去审理。1月22号大家都知道，1月20号新总统已经到白宫就任了。如果是川普总统就任，那么你在审理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是拜登就任，那么你那时候再来审理川普，即使是你认定川普总统赢了，那几个舞弊州他们的选举人票不合法，那时候你难道让拜登移出白宫，让川普总统继续进白宫就任下一任总统吗？所以说大法院他们决定审理这个案子放到1月22号，就是对美国宪法的亵渎，就是说明这批大法官完全没有为美国宪法担当的责任。这样的人为什么人民会把他们选举出来作为大法官？像这样的人，而且是终身制、终身大法官，他们凭什么有脸面认定他们自己还是一个法官，还代表国家，还代表人民在捍卫宪法呢？真为这几个大法官感到羞耻。那么针对大法院决定要1月22号再审理川普总统的上诉案的时候呢，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就提起了再上诉，就是坚决反对你们在1月6号之后再审理这个案子。因此呢，昨天也就是12月28号，9位大法官呢就针对川普总统上诉案这个案件什么时候审理，他们呢昨天做了一个投票表决。那么最终对于是否在1月6号之前进行表决、进行审理的话呢，那么9个大法官投票以后，最终是5-4同意在1月6号之前审理这个案子。那么显然，川普总统律师团队上诉成功了。这次5-4的这个结果，大家显而易见就可以想象到了，3个自由派大法官肯定是投反对票的。罗伯特永远是站在自由派大法官的这个立场上，他早就背叛了共和党，早就背叛了川普总统，他一心一意要把川普总统拉下马的。所以说他必然是那3个自由派大法官之外，加上他这一票，4票就这么组成的4个反对票。那么这次原来坚守立场的2个大法官，他们仍然坚守了维护国家宪法、维护保守党的这个立场。那么川普总统提名的3个大法官，这一次呢，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他们这次选择支持了川普总统，支持在1月6号之前审理这个案件。不管这个案件最终审理的结果如何，但是能够做到在1月6号之前审理，毫无疑问来讲，是大法官他通过司法道路上面，有可能通过宪法道路上面，给川普总统他连任和公平审理这7个战场州他们这些舞弊选票的这个方案呢，给出了一条出路，也就是有可能大法官在1月6号之前的审理，有可能做出就是这7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不合法。如果是这样做，那么川普总统连任就成功了，所以说呢，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是呢，大家呢肯定不会兴奋，因为从上一轮德州上诉案被川普总统提名的3个大法官全部背叛的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对这9个大法官，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信心的。也就是最终审理的结果，很可能他们是维持当地州民主党这个州长、州政府所送上来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认定没有舞弊，认定拜登当选。他们维护这个结论的可能性更大，很可能投票结果仍然是7-2。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绝大部分的人呢都不乐观。虽然大法院呢现在给过这么一丝生机，但是这个生机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提名的3个大法官，他们在下一次审理过程中能支持川普总统，能认定这几个州有舞弊现象，能取消这几个州的选举人票，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把握。所以说这条道路大家不要指望
只不过呢，在1月6号之前就审理呢，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到1月6号国会大战之前，在华盛顿地西，川普总统号召的所有人赶到地西支持川普总统，这个结会之前，我们就有结果。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他们拖到1月20号，新总统已经诞生以后，他们再做这个审理，简直是一点意义没有了。所以说呢，目前来讲，我们等待呢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看看是不是有人良心回转，是不是有人还知道自己应当捍卫国家宪法，是不是还有大法官他们觉得他们作为一个保守派大法官，应该维护保守价值观，应该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应该维护那7500万支持川普总统他们正确的民意。所以说这就看大法官他们最终做出什么选择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昨天呢又出现一个新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感觉到很蹊跷，是因为呢，在昨天，美国有数十名国会议员和民间的团体呢，他们到最高法院呢去状告了彭斯。那这些人为什么要状告彭斯呢？他们要求法院禁止彭斯作为议长、作为副总统，在1月6号宣布拜登为下任总统。也就是彭斯，你不可以去宣布拜登为下任总统，因为拜登他的这个选举完全有舞弊现象。第二个是禁止彭斯非法计算这6个摇摆州的这些非法选票。第三个就是，如果彭斯他在1月6号宣布拜登为总统，采信了这6个摇摆州的这些非法选票的话，那么法院应该判定彭斯有欺诈行为。这是昨天出现的一个新的案例，也就是一部分国会议员和民间团体先把彭斯告上法庭。那么大法官会不会在1月6号之前审理这个状告彭斯案？现在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大法官会采取一个什么结果。但是这种做法它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川普律师团队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这一部分国会议员和民间团体到大法院主动状告彭斯。一种情况是给彭斯施加压力，也就是让彭斯要坚守立场，能够取消所有6个摇摆州这些非法的选举人票。同时实际上也是给彭斯一种减压。大家有没有看到，所有的压力现在都在彭斯一个人头上了？也就是现在守护宪法确定1月6号最终能否认定这些选举人票，彭斯是法定的唯一的代表人了，也就是最后的守门员了。彭斯到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守住原则，坚决捍卫美国宪法，他就不认定这7个摇摆州所有的这些选票是合法的，他认定这些选票全是非法的，取消这7个州他们的选举人票。如果彭斯走到这一步，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是可以当选的。但是彭斯这样守住，那么所有的压力不都是在彭斯一个人头上吗？你想想看，美国本轮大选出现了那么多意外事件，出现了那么大的争议，在最后把所有的压力让彭斯一个人扛，彭斯肯定有压力啊。所以这种状告彭斯，实际上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来讲，实际上给彭斯也是一种减压，也就是彭斯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别把压力都给我，已经状告了我。如果说我不坚守立场，如果我不捍卫美国宪法，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那么最终上帝要惩罚我的。所以说你们别把压力给我那么大，我觉得还有这种作用。因此你看，林伍德大律师他今天就又发了一个推特，这个推特上就是再次给彭斯施压，他就告诉彭斯，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真的是上帝之子，你真的是上帝托付于你的话，你迈克尔·彭斯，你就要在这个时候作为上帝的使命，你就要坚守上帝交给你的责任。你作为议长，你就要守住最后这一关，你应当按照上帝的旨意认定川普总统可以连任，认定那7个摇摆州那些选票是非法的。这是林伍德大律师给彭斯又施加的一个新的压力。那么彭斯副总统会怎么做，我们现在呢不得而知。只是呢，大家对彭斯副总统一是有很大的期待，第二个呢，彭斯副总统确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彭斯副总统最终能否做到，就是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守护住宪法，像守门员一样，坚决认定这7个摇摆州所有的选票都是非法的，对于彭斯来讲是一个莫大的人生考验。所以说，我认为林伍德大律师的这个推文也好，昨天状告彭斯到最高法院的这一部分国会议员和民间团体状告彭斯的案子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策略的成分。这种策略既给彭斯施压，同时也是给彭斯减压。给彭斯施压就是要求彭斯你一定要这么去做，给彭斯减压是让彭斯跟大家解释的时候，彭斯好有一个出处，彭斯好告诉大家，你看很多人都把我告到了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够禁止我宣布拜登是当选的。也就是说，我不可能随随便便宣布拜登当选，因为那么多舞弊的事件是明确存在的嘛。彭斯很清楚要剔除每一张不合法的选票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一种策略行动。因此大家呢要有一个认真的观察，因为1月6号可以讲，所有的参议员、所有的众议员都是人民在检验你们是否站在捍卫宪法的立场、捍卫正义的立场，倾听人民的心声。
现在网上就已经发起了一个很大的签名活动，这是很多美国人自发参与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就是说，凡是在1月6号那些不支持川普总统的，不能够守护美国宪法立场的，不能够认定摇摆州这些选票是非法的，如果你不是持这个立场，不支持川普的，那么我将永远不会投你们这些人作为参议员、众议员这一票。也就是说，所有的众议员、参议员，你现在已经受到美国人民的质问。如果你不站在守卫正义的立场情况下，你下一次是不可能当选的。所有的人不会投你的票的。所以说，这时候对于参议员和众议员来讲，他们本人也是有极大的压力的。比方说卢比奥，现在就很多人在质问卢比奥。卢比奥整个的推特底下，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质问卢比奥，甚至是责骂卢比奥，告诉卢比奥你别忘恩负义。因为卢比奥在上次2016年选举时候，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选票，是川普总统支持他以后，给他的选票一下子增加了几百万。因此，卢比奥，你今天的成功是由川普总统辅佐和川普总统支持你很大的成分。而到关键的时候，你不支持川普总统，你这时候投反对川普的票，那么卢比奥，你下次还想不想当选？所以说，很多佛罗里达人都在问卢比奥，你作为佛州选出来的参议员，你想不想下次再当选？你如果要想当选，你就不能背叛你共和党的立场，不能背叛我们佛州人民支持川普总统、支持共和党的立场。所以说，卢比奥他现在也有巨大的压力啊。他到时候他怎么表态，他怎么投票，人民都知道啊。你一旦投了反对川普的票，你下次还想不想当选参议员呢？那卢比奥只是一个例子了，很多参议员、众议员都会受到他们本州人民对他们的质问。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您是不是下次就不想当选了？所以说，为什么川普总统号召大家1月6号都赶到华盛顿 DC 去？因为这一天展示人民的力量，同时所有的人民都在看到他们投票选举出来的这些参议员、众议员，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做什么样的表态，尤其是那些屡次当选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人，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进入华盛顿沼泽以后已经被污染了。很多人现在华盛顿那个官僚的沼泽圈里面，他们跟着这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大佬，他们沆瀣一气，他们出卖的国家利益。所以说，对于这些参议员和众议员是否还能当选，对于他们来讲，1月6号绝对是个考验。很多新当选的参议员、众议员，他们没有包袱，因为他们是刚刚当选，他们还没有进入华盛顿，他们要到1月3号才能宣誓就任。这些新当选的参议员、众议员，他们的表态都是非常优秀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2020年新当选的一个众议员叫维多利亚·斯巴茨，他是在前苏联长大的，在前苏联他一共生活了21个年头。按照他自己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说，她和她的丈夫来到美国时候就拎了一个小的手提箱，里面什么都没有。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之后，最终她被她当地的选民把她选举为国会的众议员。她说，当选为众议员，我要不辜负选民们对我赋予的这个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说，我绝不能让美国再变成社会主义。她说，我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那一套我太熟悉了。今天很多美国人在向往的社会主义，希望把美国演变成社会主义。他作为众议员，我一定要阻止这种恶流，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总是欺骗人民的，而人民一旦经历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就是进入了地狱。所以说，这个新当选的众议员，他通过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感受，他就能够告诉所有的美国人民，社会主义是魔鬼。你别看他画的大饼多好看，但是这个饼你吃不到，最终追求这个大饼的结果不是委内瑞拉就是南非。所以说，这个众议员他本身是前苏联出来的嘛，他感同身受嘛，这和我们中国人很不一样嘛。很多中国人即使是逃离了中国，已经走到了自由世界，但他是念念不忘那个专制的魔窟啊，他念念不忘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啊，甚至斯德哥尔摩症大发啊。这2天，傅雷的儿子叫傅聪，86岁的一个钢琴家，在英国去世了，是因为感染上中国病毒。本来你想，作为傅聪，他本人可以讲是家仇国恨。他的父母亲傅雷是中国有名的作家、有名的文人，他的父亲傅雷夫妇2口子是文革中被共产党逼迫，最终自杀身亡的。他作为他父母亲唯一留下来的遗孤，他最终能够到达英国。作为钢琴家，他的艺术表演是没话讲的。但是他到了英国以后，马上就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一共是3点，他说终身都能做到。第一是坚决不入英国籍，也就是他始终要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第二个是坚决不会到台湾去啊，是因为他希望台湾是统一，台湾是回归中国大陆，台湾他绝对不成立，台湾你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第3个就是永远不做违背党和国家的事
这是服从自己在英国发表的声明。所以说呢，这种人已经到达了自由世界，尽管他的艺术造诣很高，但是他的心、他的思维仍然沉留在共产党的专制社会。他的父母亲已经被共产党逼死，逼得上吊。他本人也是身中中国病毒，是中国病毒感染让他死亡。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祖国，他永远不做对不起他祖国的事。你那个祖国是被共产党绑架的，他不是你真正生你父母、生你养你的祖国，而是害你的祖国。这个祖国已经是被共产党控制的祖国，它是一个专制政府，它根本不是我们人民所向往的那个和平民主的祖国。这样的祖国逼得你家破人亡，你还念念不忘他吗？你自己都被你祖国的这个病毒把他折磨致死，到死他都要忠于他的祖国。你说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啊，这是中国典型的艺术家啊。傅聪的钢琴的造诣大家都知道，他琴弹得非常好啊。但是你艺术上造诣再高有什么用啊？你的思想是无愧的，你的心灵是无愧的，你本人的格局，你本人的境界永远没脱出专制的思维嘛。昨天众议院是通过了2个法案，第一个法案呢，就是对于川普总统提出对于民众、美国人民这个纾困案，每个人只给纾困金600的这个方案，要提高到2000。那么这个法案呢，昨天呢，众议院以2/3多数票通过了，也就是众议院同意总统的法案，愿意把每个美国民众给他们的纾困金呢，从现在的600上升到2000。这个案子呢通过了，川普总统也比较高兴。第二个呢，众议院还以2/3多数票呢，否决了川普总统的否决，就是明年的国防法案。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是否决了明年的国防法案的，因为这个国防法案里面没有否定230条，所以说川普总统对这个国防法案是给予否决的。只是呢，按照美国法律规定，一旦呢参众两院通过的议案，总统给予否决之后呢，只要众议院和参议院仍然再次以2/3票通过之后，他们就可以否决总统的否决。所以呢，昨天对于明年的这个国防法案以2/3票通过之后，实际上就是对总统的否决的再次否决。那么这2个议案今天都到了参议院手上，如果参议院它仍然跟众议院的态度一样，我们分析多半是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变成国防法案仍然能够执行，而纾困金呢2000呢大家也能拿到。川普总统呢，他本人呢在今天早晨就专门发了一条推特，他这条推特就预估到麦康奈尔他会支持众议院所有的这个态度，去否决他对国防议案的否决。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面就这样写道，说是软弱和疲惫的共和党的领导层将允许糟糕的国防法案通过，我们必须阻止230条啊！这是川普总统他明确的警告麦康奈尔，要求他不要通过这个糟糕的国防法案。所以呢，我个人判断呢，我认为参议院呢和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呢基本一样，也就是会同意2000的纾困金，而呢否决川普总统否决的这个国防议案。那么我在节目在编辑的过程中呢，我就在我的电脑上看到一个参议院最新表决的议案，也就是先讨论了纾困金的议案。我本来认为纾困金的议案，麦康奈尔肯定至少是支持的，谁跟美国老百姓过不去呢？给老百姓发600发2000，又不是当麦康奈尔拿钱，9000亿美金能送给外国7000亿美金，难道给美国人民的纾困金从600加到2000，你麦康奈尔会不同意吗？果真就是麦康奈尔不同意呢，就是麦康奈尔不惜与美国人民为敌。这一次我才看出来了，真正反对川普的不光是佩洛西啊，民主党反对川普都是站在明里的，佩洛西也好，范恩斯坦也好，奥巴马也好，克林顿也好，希拉里也好，拜登也好，他们视川普总统为敌，是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本身就是两党相争，还有党派利益在里面，所以说他们反对川普没那么奇怪。但是麦康奈尔作为共和党的大佬，作为共和党里面川普总统坚决支持的，而且一直是把麦康奈尔把他当作兄弟来看的人，他背后上川普的刀子不是一般二般的刀子，现在已经到了明火之仗了。居然美国人民的2000纾困金，众议院的2/3票都通过了，他参议院麦康奈尔带头率先表示反对，然后他把美国人民这个2000纾困金就剥夺了。你麦康奈尔是谁啊？他真的想激起美国人民对他清算的这种义愤，因为麦康奈尔可以讲叫劣迹斑斑，他老婆赵小兰跟中共勾兑的事情不要太多。以前每次国会要调查赵小兰的时候，都是川普总统帮助麦康奈尔，川普总统让赵小兰出任这个交通部长，也是给麦康奈尔的面子啊。赵小兰从小布什下台以后，已经在家里面当了8年的家庭妇女啊，啥事儿也没有啊。是川普总统为了维护共和党的面子，为了跟国会、跟参议院，
搞好关系，能使国家的立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大家合二为一，能够共同的对付中共。所以说，川普总统给了麦康奈尔的面子，但是麦康奈尔除了在出卖川普总统之外，他现在跟美国人民过不去了。把这个纾困金从600上升到2000是川普总统提出的，众议院Nancy Pelosi是支持的，而且用2/3的多数票投票已经赞成了这个议案。现在麦康奈尔把它否决掉了。麦康奈尔的这种做法，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说，美国现在绝不简简单单是川普总统连任去铲除民主党，企图把美国的制度颠覆，企图把美国演变成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建制派的大佬，这些建制派的大佬，他们是表面上他们维护共和党，实际上他们是跟民主党沆瀣一气，他们就是跟中共勾兑，他们就是要把美国出卖给中共。麦康奈尔就是出卖美国利益最大的共和党的人。所以说，麦康奈尔就绝对应当上审判台。他今天做的这件事100%会激起美国人民的义愤，因为美国人民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讲，600和2000这个差距太大了。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政府给他们的这个更多一点的纾困金。川普总统提出的把600加到2000以后，所有的美国人民都支持的。那么 Nancy 考虑到自己的压力，考虑到如果他否决掉这个纾困金的话，那么所有的美国选民都会责骂他 Nancy 担不起这个责任啊。所以 Nancy 他毫不犹豫就同意川普的这个提案，在众议院也用2/3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纾困金从600加到了2000。死也没有想到麦康奈尔跟人民为敌，麦康奈尔会来否决掉这个2000的这个纾困金。至于国防议案，那就更不用讲了，他100%会否决川普，也就是他否决掉川普的否决以后，这个国防议案照样生效，230条继续保留，同时人民的纾困金也没有。为什么要保留230条？保留230条就是保护他们这些大鳄，保护他们这些罪行累累的人，帮助他们掩盖。因为媒体肯定感谢他们嘛，媒体仇恨川普啊，因为川普要取消230保护案，而这些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他们之所以帮助麦康奈尔、赵小兰，帮助民主党的大佬掩盖他们的罪恶，就是因为230条是这些大佬们把他保护下来了。然后他们动不动造谣污蔑川普，就是川普要取消230条。要让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一旦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没有办法有大佬的自由权利了。大佬们就要保护12岁女性性交合法化，他们才能上爱泼斯坦的小岛。你看看现在，无论是民主党的苏默也好，克林顿也好，还是这个大法官罗伯茨也好，他们哪个没上过那个性爱小岛呢？这个麦康奈尔去没去过我还不清楚，但是麦康奈尔跟他们的勾结是绝对会有一天水落石出的。所以说，麦康奈尔为什么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他来跟美国人民为敌？我相信美国人民一定会惩办麦康奈尔和赵小兰这一对出卖美国人民利益的这一对奸臣。不要认为麦康奈尔你这样做，你的阴谋就能得逞，美国人民不会饶过你。所以，川普总统他在礼拜一他就再次发表了一个推特，他这个推特上就说，保守派应该呼吁州议会的议员根据宪法任命你们新的选举人。当时，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得到了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律师顾问叫珍娜·爱丽丝，她转推了这个推文。但是呢，这个爱丽丝呢，她的脑子是不做主的。爱丽丝在转发这个推文里面，她加了一个附注，她说这是在宪法框架下解决选举舞弊的方案。同时，爱丽丝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她就说她反对总统使用判断法，她建议川普总统不要这样做。可是大家想没想过，当年林肯总统正是这样做的。如果林肯总统没有这样做，那么历史上到哪里能诞生一个伟大的总统叫林肯？他说这样做一旦判断法实施的话，有可能形成分裂。林肯总统当年说美国分裂了吗？这个爱丽丝啊，我觉得他脑子完全不做主。这个家伙呢，虽然是川普总统的法律顾问，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书呆子呢，还是装逼呢？他竟然说，即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已经受到了腐败的破坏，但是我们解决方案也只能是在宪法的范围内。你看没看到所有腐败的产生，所有对选举欺诈的产生，都是对宪法的破坏啊！他们在破坏宪法，你要在宪法范围给你解决，而大法官在宪法范围内维护了你的权利了吗？保护了宪法了啊！既然已经司法腐败了，既然国会已经腐败了，既然所有的舞弊事件已经存在了，那么谁来守护宪法呢？那么多舞弊事件难道不是违宪吗？如果捍卫法律只是针对那些守护者，而不是对那些触犯者，那么这种宪法有保护他的必要吗？所以说这个爱丽丝，我觉得完全是脑子有病。川普总统身边怎么净出现像这样的人？所以说现在
麦康奈尔已经跳到前台，也就是麦康奈尔现在已经公然以川普总统为敌，与美国人民为敌。他把美国人民的纾困金本来从600上升到2000，众议院也通过，川普总统也通过，他坚决的砍掉的话，那毫无疑问来讲，他不怕炮弹飞到他的头上。那么麦康奈尔，你就试一试，调查你的家族以后，调查赵小兰他的父母和中共的勾兑以后，你看看你麦康奈尔经不经得起美国宪法的审查？你麦康奈尔要不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你的下半生？所以说，对于230条，川普总统坚决要求废除，那是因为这个霸权条款已经束缚了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在这方面可以讲，原共产主义国家波兰做得非常好。波兰就在这2天通过了法律，严禁任何社交媒体去封杀人民的言论，要保护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波兰的法律就是规定，在波兰范围内，任何社交媒体，包括国际媒体，也就指的脸书、推特、油管这一类，如果你们封杀了波兰人民的言论，你们必须限期恢复。如果不恢复，首先是给予巨额罚款，其次这个媒体可能在波兰就要退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就率先启动了法律，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最后你看看是东欧来拯救西欧了。昔日的东欧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波兰人民觉醒以后，他们跟共产主义决裂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对现在整个欧洲的堕落，对左派控制的欧洲，波兰人民是给予迎头痛击的。想做共产主义，做共产主义是个什么结果？可以讲共产主义血债累累，不管是前苏联还是现在存在的中共。麦康奈尔你倒头倒向中共，如果美国演变成像中共这个国家，你麦康奈尔进地狱都来不及。共产党现在又启动了新一轮的杀猪啊！据网上很多信息都显示，马云本人现在已经被双规，阿里巴巴公司的董事长张勇现在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阿里的市值在1天就蒸发掉4000亿港币。马云他本人是党员了，党员当然可以启用双规。马云这个人自以为聪明啊，你看他励志的这种语言多少啊，他动不动赞美共产党这个政策多么好，这个国家多么稳定，经商环境多么好。马云天天舔共产党，舔的结果共产党要杀猪啊，猪养肥了就是烧啊。很多人认为有钱就行，马云钱够多的了哇，但是马云的钱就是为共产党存的。马云自以为聪明，实际上马云现在离地狱只有1步。70多年前大家就看到，当时中共建政的时候，很多那些大师级的人，绝大部分人选择是留在中国的。可以讲70年前跑得早的大师还是大师，跑得晚的大师都成了死尸。70年后呢，等到70年以后，跑得早的超人还是超人，李嘉诚就是这样嘛，跑得晚的神马都是浮云。马云就是这样，不是跑得晚，马云没打算跑，或者是马云想跑跑不掉。马云他自作聪明，动不动帮着共产党洗地，给老百姓洗脑。他的那些励志语言到今天来看是多么的浅薄。中共现在正在国内热播一个电视剧叫《大情妇》，这个《大情妇》的导演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为《大情妇》这部剧所做的努力，就是想激起人们愿意为国家慷慨赴死的豪情，这是全剧的魂，是根。这也就是共产党通过这个艺术作品来对老百姓进行洗脑，让老百姓为国家慷慨赴死。也就你们本身是韭菜，给中共一茬茬的收割，收割完了，当你们没有油水了，然后你们就为国家慷慨赴死。所有的草民看到这个剧都很激动。这也就是网上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段子，说是孟姜女当年跟她的丈夫说，如果我们国家统一了，咱们的幸福就到来了。结果呢，秦始皇真的统一了6国，统一了6国以后呢，幸福不但没有来，他们夫妇反而要分别了。孟姜女给丈夫准备好行装，让丈夫去修长城，因为什么？外敌要入侵了，她丈夫就去修长城了。结果到了长城脚下，她丈夫就死掉了。孟姜女除了把长城扩倒之外，把儿子叫到面前，指着这个长城之外的那个土地，告诉儿子说：等你长大了，就要去报仇，为你爹报仇雪恨，因为你爹是被匈奴害死的。这就是《大情妇》这部剧要给中国人民展示的现象，也就是中国人民永远就是奉献的，永远就是慷慨赴死的。你们的死都是那些害你们人死的人让你们去的。马云他口口声声教育广大草民，其实马云不就是比草民粗壮一点的韭菜吗？共产党今天砍到马云头上，他们会对马云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吗？他平时领着小燕子四处显摆，嘲笑人家李超人，他动不动唱个《智取威虎山》去歌颂共产党，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两边挂。现在马云只能到牢房里面挂了。我可以讲，马云离死已经不会很远了。共产党一旦要杀你，共产党绝不会仅仅是要你的钱，共产党在要你的钱之前，一定先要掉你的命。等拿掉你的命以后，拿你钱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说，马云的结局就标志着所有跟着共产党混、吹捧共产党人，他们最终就一定是这么一个结果。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